我们今天还是回来讲这个水龙头的分水拉杆，因为有蛮多人问问题的，所以就再做一个影片回答这些问题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之前有一个影片专门在说这个水龙头的这一根分水拉杆，我今天在做这个影片算是一个补充影片，因为有蛮多网友在下面提问的。刚好我今天想要帮这一根拉杆上一点润滑油，所以等一下我会拆解这根拉杆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还是请各位朋友先帮我按个赞，这样子 YouTube 才能比较好的推荐我的影片，就麻烦各位咯。首先要跟各位分享一下，如果你要判断这个分水杆滑顺不滑顺，好不好拉，要在没有开水的状态下做测试会比较准。像现在我没有开水，然后你拉这个拉杆，看它的滑顺度。像我这个就觉得有一点紧，一般就是缺润滑油，或者是里面的水垢太多。水垢太多的话，你可以用柠檬酸来把它清洗掉。缺润滑油的话，我们可以使用这种 O-Ring 水龙头专用的润滑油来把它润滑。最近好像有一个网友，他说喷了 WD-40之后，使用这个莲蓬头的时候，水会从前面流出来。一般这种情况的话，会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水压的问题，另外一种就是有可能你喷了 WD-40之后，有一些水垢被清除掉了，然后你的橡皮变成跟水龙头内部呢不能很密合，所以当你切换到莲蓬头的时候，就还会有一些水流到前面，从前面这里出来。两个解决方案，一个就是你把里面的橡皮换掉，我等一下也会展示一下橡皮给各位看一下，台湾的网拍上面是可以买得到橡皮的。第二种方式，我们可以用止泻带，简单迅速的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。等拆开这个之后，我们再来分享这个部分。话说回来，为什么要在没有开水的时候测试这个拉杆的滑顺度？因为没有开水的话，就没有水压的问题。因为每一个人家里的水压会不一样，有的有加压马达，有的是大楼很高，水塔放得很高，所以你的水压可能会很大。如果水压很大的时候，你拉这一根拉杆相对就会很费力。那有一些网友他会说我这个拉杆超难拉的，你要看看是在开水的状态下，还是在没开水的状态下。如果在没开水的状态下，你就非常难拉，就是润滑度不够，你就一定要上润滑油，或者把里面的水垢清理掉。如果你没开水的状态下拉是正常的，然后你开水之后，这个拉杆要拉上或者按下的时候需要很大的力量的话，很有可能是你的水压太大。当然你要切换的时候就会需要蛮大的力量。两种状况会不太一样，所以各位在判断的时候要先分清楚。另外还有一种状况，就是有朋友说这个拉杆拉上来之后，拉上来一般就是莲蓬头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洗澡洗着，这个拉杆会慢慢掉下来，然后水会从前面流出来。这种情况一般很有可能是你的水压不够，因为当你的水压不够的时候，压力没办法把这根拉杆往上面顶住，所以拉杆会慢慢往下掉，可能掉一点点之后，水就会从前面流出来。两种可能，一种橡皮止不住水，第二种水压太小，导致这根拉杆往下掉。如果是第二种状况，水压太小的话，你需要买另外一种款式的水龙头，它就是给低水压设计的。这个拉杆除了拉上来之后，它可能需要旋转，然后它可以锁定住，它就不会往下掉。那一种是专门为低水压设计。我们现在就先来把它拆解一下。先把莲蓬头这根管子拆下来，我们一样使用这种活动扳手，最好选用没有牙齿的。以我这个方向夹住之后往左手边这边转，松了之后就可以用手把它转下来。转下来之后，这个里面有一个黑色橡皮垫，这个橡皮垫不要弄丢，这个有止水功能。如果没有这一块橡皮垫，等一下装回去的话会漏水。接下来有朋友反映说这一颗头拆不下来，我在上一个影片是介绍各位使用这种有牙齿的活动扳手夹住那个头，然后把它转下来。
下面这一颗头有内六角的设计，你可以手稍微伸进去摸一下，会有那种六角的感觉。这种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使用内六角的扳手把这一颗头卸下来。不过它这个相当的特殊，以我这个水龙头为例，它要使用这种14mm的 L 型扳手才能拆得下来，因为它的口径还蛮大的。所以一般你买那种 L 型的一整组内六角扳手，里面一般最大就到10号，没有这么大的尺寸，这种要另外买。把这个扳手插进去之后，是由下往上锁进去，所以如果你要松开的话，以我站这个位置，我们就必须要向左手边这边旋转，这样子，它就可以松开。松开之后，一般就可以用手把它转下来。它这个头的内侧有一点弧形的设计，就是要跟分水杆上面的橡皮做密合用的。接着我们要把拉杆的帽子取下来，我们才可以把里面的拉杆从下面抽出来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拉杆，这个拉杆最下面这个有一个橡皮，这个是大块的橡皮。使用莲蓬头或者是向下出水两种状况的时候，就是靠这一块橡皮来止水。如果你使用莲蓬头，结果会往前面出水，或者你往前面出水变成莲蓬头会漏水，就是下面这一块橡皮有问题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杆子中间，这里也有2个黑色的橡皮圈，这个就是小的橡皮圈。如果这个橡皮圈坏掉的话，水就会从上面这一根东西这里冒出来。另外，如果你发现你这个拉杆在没有开水的状态下，它就已经涩涩的不滑顺不好拉，就是中间这2个橡皮圈跟这个帽子的里面摩擦力太大，我们就需要在这个黑色橡皮圈上 O-Ring 用的润滑油。如果这些橡皮有问题的话，可以从网络买这个橡皮回来换，但是因为我的橡皮没问题，我今天暂时不换。这边给各位看一下我买来的这个橡皮，一组的话它是有5颗，但是它有4种。我这边就是放了4种，最左边这个最小颗的，就是分水杆中间用的这个橡皮，旁边这个稍微大一点的，应该就是凸出来这一根跟水龙头中间有一个止水橡皮。接下来第3个这个橡皮圈，就是连接莲蓬头这一颗头上面的这个黑色橡皮圈。最后一个最大颗的，就是分水杆上面最大颗的这个橡皮垫。我之前有跟各位分享过，网络上面有在卖这个整根的降分水杆，包含这个杆子上面的橡皮圈。购买要注意的事项就是这个长度问题，我这边就不多说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看一下上一个影片。这边再补充一下，除了直接更换这些橡皮之外，或许我们可以用止泻带来试看看，看能不能解决它的问题。就是使用止泻带在这个下面这个大橡皮这边，先试看看缠个6到10圈，或许这样子可以用最便宜的方法解决橡皮不能止水的问题。止泻带的话，它有厚一点的，也有薄一点的。如果厚一点的话，像我这个大概是缠个5圈，我是觉得厚度差不多了，可以测试看看。因为你不能把它缠得太大颗。那如果是薄一点的，可能就8圈10圈，各位自己斟酌一下。那我发现这样子或许能够解决问题，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个风险，就是这个止泻带有可能会脱落。如果脱落之后，这个止泻带被冲到莲蓬头里面，可能就会造成莲蓬头堵塞。如果被冲到前面的出水口，那还比较好解决，你把它转下来清掉就好。各位可以尝试看看啊，我没有试过，所以我不敢保证这个做法是不是绝对 OK 的。我今天因为橡皮都没有问题，主要只是这根拉杆拉起来有一点涩涩的。这边还是建议各位不要使用 WD-40 或者黄油之类的。我这个就是 O-Ring 橡皮专用的润滑油，它是食用级的，给各位参考了，不一定要用这一款。我把润滑油抹在手上，就直接在这个上面抹一圈。下面黑色这个橡皮这边也可以抹一点。这样子的话可以减少橡皮跟金属之间的摩擦。这种水龙头 O-Ring 专用的这种润滑油，它比较能防水，然后比较能持久。好，我们磨好之后，我们就再把它装回去。
在这上面拉一拉，就可以感觉到它有比较滑顺，不会涩涩的。这一颗连接莲蓬头的头，我们上面这个黑色橡皮圈部分也可以上点润滑油，这样子稍微把它加压一下就好了，不要锁得太死，只要不漏水就好。测试一下有没有，这样子就非常的滑顺。最后莲蓬头的管子检查一下黑色橡皮在不在，然后再把它锁回去，这样基本上就完工了。今天我帮这根分水杆上润滑油，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比较常见关于分水杆的问题做个补充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